前2天见到上小学的侄子，不停地盘一条手串，我还笑话他，小小年纪就老气横秋，不如文玩圈了。他说他们同学人手一串，好玩又解压，一串10块钱，虽然会让你饿上一顿，但也能让你成为校园社交新宠。这让我想起我上小学那会儿，总是把早饭钱攒下来买溜溜球、四驱车，每天饿着肚子也挡不住我骄傲的步伐。刚上班的时候，虽然1个月就3000块钱，也不顾后果的买上学想买但不敢买的东西，导致我上班比上学还穷。但现在虽然挣的比以前多了，受到的消费诱惑也多了，我却发现自己变抠门了，越来越不敢花钱了。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星河百度。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为什么在消费决策上我开始低配生活。或许当你了解了商家为了掏空我们的钱包都做了什么，你会跟我做一样的决定。对于商家来说，有需求就有市场，没有需求也可以创造需求，打开市场。一件羽绒服主打保暖只能卖1000块钱，但如果加上防风、防水、防割裂，就能卖到2000。如果再加上能够在极地条件下穿着，价格又翻1倍，而且消费者更愿意为这些完全没有需求的需求买单。毕竟没人会真穿着它跑到北极试试有多暖和。但颅内高潮总是发生在人们为毫无用处的功能支付了高溢价之后。买了以后，他们不仅期待着极冷的天气，还会到处炫耀这件羽绒服有多牛，这个价格有多值。如果说没用的功能只能骗一些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中产，那健康概念绝对能打到每一位消费者。所以针对健康创造出需求的商品，往往一经推出就极受欢迎。之前某可乐品牌推出了一款能够抑制脂肪吸收的可乐，不可思议吧？我都喝肥宅快乐水了，我还在乎什么身材？人家不这么想，他们希望我们喝的时候也能幻想着好身材。据说是添加了膳食纤维，能够抑制饭后中性脂肪的吸收，咱也不知道是啥，不过还好只在日本销售，智商税收不到咱这儿。主打健康概念的商品，商家跟消费者都乐此不疲，但有没有用就另说了。纪录片《无节制消费的元凶》里提到，抗菌一词进入消费市场后一发不可收拾，什么商品只要打上抗菌2字，不仅更贵了，也更好卖了。但对一款抗菌香皂做的实验发现，除了价格，它跟普通香皂没什么区别。不管什么时候，健康永远是人们永恒不变的议题，所以也是商家屡试不爽的手段。人们逃不过对衰老、疾病、死亡的恐惧，也就逃不过商家精心设计的付费游戏。不过大人消费总会有一点理智，会考虑价格、品牌、实用性等因素。小孩就不一样了，看到喜欢的玩具，不管是撒娇还是撒泼，他一定要得到。这对商家来说才是最完美的消费者。所以把动画变成动漫，把玩具变成手办，小孩的需求就变成了大人的需求。商家通过贩卖快乐的方法，把孩子的购买动机植入到成年人的大脑里，让成年人在消费行为上返老还童。现在很多 IP 都是针对成年人设计的，比如火影、海贼、复联、DC， 设计不出来新的，就用老 IP 打一波回忆杀。小时候没割到咱们，现在来要债了。动漫展也是一样，跟小孩子一个床单一个树枝就能零成本扮演动画角色不同，成年人玩 cosplay 可烧钱的多呀。这是一种渐进式的转化，一种欲望趋同的趋势。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和儿童能在相同的商品上找到快乐。盲盒、手办、游戏机，我看到这些东西都有点走不动道。在商家贩卖快乐的手段下，新的需求彻底改变了成年人的消费心理。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把当下定义为消费者社会，就是说谁能在过剩的商品中任意挑选，不断购买，谁就能得到社会的尊重，而且消费的越多，他的社会地位就越高，也就越幸福。我们也能发现，现在人们普遍通过我拥有什么，我能买得起什么这些消费行为来定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人们会觉得只能买100块的衣服，我就是个穷屌丝；买了1000块的衣服，我就是个小中产了。而当我买得起1万块的衣服，我就跨越到了富裕阶层。这是商家最喜欢看到的，他们的商品在设计、营销、定位上已经给消费者分了3、6、9等。奢侈品高端、中端、低端，不同等级的消费品对应着不同等级的消费者，他们还希望以此形成一条鄙视链，这样的话下层的消费者才有动力向上层跃迁。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月薪5000的白领宁愿吃半年泡面也要买2万块的包。不过高端商品跟奢侈品之间的距离还是比较大，而且不是所有白领都愿意付出吃半年泡面的代价。为了不只收割富人的钱，商家把层级再次细分，在高端与奢侈之间又加了一层轻奢。这样一来，普通白领稍微努力一下也能触碰到将奢为奢的轻奢品，他们的品味被抬高的同时，消费欲望也被放大了。事实上，社会地位跟消费并没有强相关性，它的本质是财富总量、权力大小对社会的贡献和影响力。
白领用上了奢侈品，并不代表他就高人一等。同样，富人吃路边摊穿帆布鞋，他也不会被上层圈子鄙视。当消费欲望大于消费能力的时候，商品就脱离了使用属性。我之前有个同事买了很贵的包，下雨怕淋着，坐地铁怕挤着，平时都不舍得背，倒是在朋友圈经常看到他假装无心的露出大牌 logo 的生活照。我始终觉得，如果我买了一件商品但不用，要么是他配不上我，要么是我配不上他。之前香港媒体曝光过张曼玉的一组照片，她戴着口罩在路边的平价商店买39元的内衣和19元的拖鞋。这并不是因为她抠，更不是因为她穷。要知道，她坐拥1.5亿资产，其中包括5个市值加起来超9000万的蓝湾半岛。真要说原因，我觉得有些人是回归消费本质，不需要依靠商品来标榜什么。买得起但我不想买，跟买不起我硬要买，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消费态度。说到底，消费的钱花了就没了，大部分人还是会保持基本的理智。但如果花出去的钱能够收回来，还能收得更多，相信所有人都会失去理智。商家把消费品包装成投资品的手段，就不再是一点一点割韭菜的镰刀了，简直是势如破竹的收割机。比如房子，20年过去了，开发商还在吹嘘投资价值，但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房子可能并不是最好的投资标的。2021年上半年，50个重点城市的租售比是1比617，远低于合理租售比的区间水平。租售比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月租金与售价的比例，比例越高，就是说你买了这个房子租出去，收的租金越高，投资价值也就越高。再者就是学区房，开发商会给你说，这房子500万，首先孩子接受了最好的教育，赢在了起跑线，其次上完学房价没准涨到1000万，怎么算你都赚。话是好听，但咱们也知道，学区房高度依赖政策，现在很多城市已经在试水多效划片等方案，几年之后变成什么样更说不准。万一没有了学区房的概念，那你就成了高位上车的冤大头了。除了房子，大家发现没？球鞋、奢侈品，甚至奥特曼卡片也离奇的成了投资品。要说出自名家之手且无法复制的画作、雕塑是投资品，那在情理之中。但这些工业化生产的商品也能炒出天价，就让人难以理解了。这或许也是商家的一种手段，不仅制造了稀缺性，抬高价格，还能形成新的消费文化，让人入坑自嗨，实在高明。还有一种高明手段是针对成年人焦虑的知识付费产品，商家一般美其名曰投资自己。我以前很喜欢听几分钟拆解一本书，1周2本，1年就100本了，这数量是不是很诱人？靠这个咱也能学富5车了。但事实上，几年下来都不用说知识间的融会贯通，我连书名都忘得无影无踪。真要投资自己，还是得静下心来看书，这个过程肯定比刷手机打游戏痛苦多了，但它给我们带来的更深层的理解和全新的认识，是那些知识搬运工给不了的。之前咱们提到一个案例，美国利弗莫尔市第6消费站的一个白炽灯，用了119年还在发光发热，但这个灯泡的生产厂商因为产品质量太好，接不到新订单倒闭了。于是在上世纪20年代，照明公司欧司朗联合几家电器公司巨头签署了一个协议，决定把灯泡的使用寿命缩短到1000小时，任何违反约定的公司都会受到全球性的处罚。他们明面上说寿命长的灯泡比较暗，看似为消费者着想，其实只是为了多赚钱。从那以后，商家纷纷采用计划报废的手段，这种淘汰式消费策略几乎成了各行业心照不宣的约定。比如手机、电脑都属于耐用性商品，但各大3C 厂商几乎每年都会更新换代，质量不再是人们更换设备的因素。即便手机真的能撑10年，厂商也会用软件技术消耗掉设备的硬件性能。你要想玩新游戏、升级新系统，对不起，您的设备不支持，买新的吧。还有的商品做得更绝，有些打印机的墨盒里带有计数器，一旦使用次数达到了，就提醒你该换墨盒了。搞笑的是，当你把计数器的数字重置一下，墨盒又能用了，重复使用3次都没有问题。除了改变商品的固有属性，强制提高购买频率之外，更多商家采用了比较温柔的手段，他们不断的推出新品，或者跟别的品牌联名。当商品跟时尚、潮流、情怀联系上，使用属性就被弱化了。一件衣服明明可以穿5-6年，但第2年就不流行了，这就导致了很多人衣柜里全是衣服，却还是觉得没衣服穿。制造消费者一书提到，生活方式一词是当前消费意识形态的精髓，它将生活简化成一种风格，也把我们的生活和消费画上了等号。当我们不断的解读商品，把商品看成是个人价值、社会地位的象征时，我们也把自己的命运拱手让给了商家。当然，他们为了掏空我们的钱包，挖的坑还远不止一次，像广告的精准推送、社群的关系营销、花呗信用卡的超前消费，每个坑消费者都不是被动接受，而是心甘情愿的主动参与。所以我觉得要逃出这么多消费陷阱，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保持理智，低配消费。你是一只涉世未深的小老鼠，进入社会后，你发现大家都在跑，虽然你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跑，但你还是跟着跑了起来。队伍最前方是一趟通往幸福的地铁，地铁上虽已塞满了老鼠，也还是有勇敢者不惜夹掉尾巴挤了上去。商场鼠满为患，道路拥挤不堪，大家在迷宫一样的社会中寻找幸福，甚至为追求幸福商品大打出手，遍体鳞伤。豪车、美酒让你体验到了非一般的感觉，但多巴胺褪去，你又回到了原点。你意识到只有赚更多钱才能买更贵的车、更美味的酒，让自己更幸福。于是你追着金钱来到一家名为幸福的公司，成为了成千上万只被捆绑在格子间的老鼠中的一个。我们不停地追求幸福，但不知不觉掉进了社会给我们挖的最大的坑里，有钱就幸福了。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星河百度。最近看了《被讨厌的勇气》作者岸见一郎的新作，有时真的很绝望中关于幸福的哲学解读。今天咱们聊聊有多少钱才能买到幸福，以及为什么我们在追求幸福中慢慢走向了幸福的反面。从小到大，我们似乎被设定好了程序，好好读书，考上名校，进入大厂，挣很多钱，过上幸福生活。我们先是被父母、学校灌输一种思想，在幸福之前不能让自己太幸福，所以小的时候我们就被告知不能贪玩，而应该每周7天游走于各种辅导班之间，让自己成为别人家的孩子。接着上高中考大学，我们又不得不跟1000多万学子比谁更刻苦更好学，争抢一流高校的入场券。前20多年我们像是跟快乐有仇一样，把快乐交给父母和学校，希望以此换来后几十年的幸福。毕业后原以为可以一展拳脚寻找幸福了，谁曾想寻找工作的费劲，好不容易找到了吧，也躲不过加班多薪水少的下场。这个时候社会给我们灌输了另外一种思想，你不幸福是因为你穷，有钱你就幸福了。为了让我们相信这句话，社会开始用钱来定义生活方式，挣钱不一定能使你快乐，但花钱一定可以。幸福不在办公室里，而在超级市场和购物软件里，谁花的越多，买的越贵，谁就越幸福。你不幸福是吧？不如花5000买台咖啡机，每天下午喝杯现磨咖啡，多精致多小资。还不幸福的话，再花2万买个奢侈品包包，走到哪你都能看到别人羡慕嫉妒恨的目光。当然，如果你能力很强，买台跑车也不是不可以，周末去兜兜风，那才叫生活。我们看社交媒体上各种各样所谓的幸福，开着豪车出入高档酒店，今天冲浪明天滑雪，在奢侈品店排队买包。不管内容是真是假，他们的确能收获一大批点赞和评论，似乎人们能且只能通过我拥有什么，我买得起什么来实现自我价值，获取社会认同。人和人之间有差距是很正常的事儿，但如果拿差距做比较，演的人幸不幸福不知道，看的人一定不幸福。他们会沮丧，别人都这么幸福，自己却过得一地鸡毛，也会幻想有了那些东西是不是就跟那些人一样幸福了。于是人们一边努力工作挣钱，一边拼命花钱，让自己看上去幸福。别人开豪车穿高定买奢侈品，自己虽然不能全都要，但咬咬牙攒1年前买个2万的包也不是不可能。这样的幸福与其说是幸福，不如说是下层阶级对上层圈子的崇拜和模仿。每个人都用单一价值观进行自我评价，没钱的羡慕有钱的，有钱的羡慕更有钱的，人们不停地向上比较，比不过就想办法挣更多钱，花更多钱，挣得越多花得越多，甘愿承受挣钱和花钱的双重压力，最终变成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新穷人。钱一定能让你幸福吗？其实学者们也为这个问题争论了很久。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发表了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能换来幸福的金钱是有上限的。为了用更合理的尺度来衡量幸福这个主观的东西，他把幸福分成2部分，一个是情绪幸福，就是每天的满足感，另外一个是生命估值，就是对自己的一生进行整体评估。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短期幸福和长期幸福。他发现生命估值会随着收入的增加稳步增长，一个人赚得越多，就越倾向于积极地看待自己的一生。但情绪幸福在年收入超过75000美元之后，就不太会受收入的影响了。不过在2021年，心理学家马特·克林沃斯也进行了同样的研究，推翻了这个结论。他发现年收入超过75000美元之后，情绪幸福仍然持续增长，连增长幅度都没有减缓。同一项研究2种对立的结果显然不合适，于是他们又联手进行了一次对抗性合作，重新对这个论题进行研究和分析。结果发现幸福感跟收入水平不是由单一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这跟人们的情绪健康水平也有关系。如果一个人本身就不快乐，幸福感在年收入达到10万美元时陷入高原区，
也就是不再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长了。对于中等快乐的群体，幸福感始终随着年收入的增加呈线性增长。而如果这个人积极乐观，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后，幸福感的增速竟然大大提升了。所以金钱对提升幸福感有帮助，但不是幸福的全部。如果你有一份不错的收入，却每天上班如上坟，看谁都不顺眼，时不时情绪崩溃，那痛苦的问题就不是金钱能解决的了。既然钱的确是影响幸福的一个因素，那我们努力挣钱也无可非议。但为什么很多人在挣钱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离幸福越来越远了呢？有个有趣的思想实验，你可以问自己，如果将来没有任何收入了，现在得需要多少钱？大家可能会觉得当然是越多越好，但这个实验加了一个巧妙的设计，你跟其他4个人一组，你们当中给出最低数字的人可以拿钱走人，其他人分文没有。这就残酷很多，因为2个目标是冲突的，每个人都想得到更多的钱，每个人也想真正拿到钱。如果把钱换成薪资的概念，或许我们更有感触。我们想要很多钱，但现实是涨薪真的太难了。我们一边跟自己的欲望斗争，又一边跟掌管着收入的老板博弈。根据腾讯理财通发布的2019年国人收入报告显示，即便在收入最高的上海，收入过万的人数比例也才 35%， 但作为奢侈品消费市场贡献率最高的80后、90后，一年的花费人均约9万元左右。这种不对等的分化，根本原因是消费能力始终跟不上抬高的眼光和放大的欲望。为了满足自己，我们心甘情愿的工作加班、熬夜爆肝，到最后却走向了另外2个终点，要么是挣到了钱，但无止境的向上比较，用钱来填充膨胀的欲望，要么是挣不到钱，一边羡慕别人所谓的幸福，一边愤恨社会对自己的不公，在矛盾中不断拉扯。日本哲学家岸见一郎在《有时真的很绝望》这本书中，通过哲学角度探讨了幸福是什么。他认为幸福感跟幸福是2个不同的概念，而我们经常把幸福感误认为幸福。幸福感是一种情绪，比如吃到美味的食物，考试得了100分，但它就像醉酒一样是会醒的。吃到好吃的会让你开心一上午，考试考得好会让你兴奋1个星期，但这些情绪过后，生活还是恢复平静，所以这些都是幸福感，不能说是幸福。而真正的幸福来自于自我认同的价值感和能让他人感到幸福的贡献感。从这个层面来说，幸福是一种智慧，就是说你不需要逼自己挣多少钱，取得什么成就，抛掉这些外在的光环，你依然觉得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你的存在能让家人朋友感到高兴，这就是真正的幸福。这是最容易被人们忽略也最难理解的一点。咱们举个例子，你通过自己没日没夜的努力挣了很多钱，但身体累垮了，得病了，很多人都为你庆祝，有的问你挣了多少钱，有的问你怎么挣的，你也非常享受这种被大家捧的感觉，这是幸福感。你没有注意到的是，你的父母、爱人，他们只是默默地关心你的身体有没有好一点，疼痛有没有减轻一点。对他们来说，你的健康、你的存在就是你的价值和贡献，也是他们幸福的源泉，这才是真正的幸福。赚钱只是手段，幸福才是目的。很多时候，钱确实能帮我们解决问题，不用为房贷、车贷、信用卡发愁，给自己和心爱的人买想要的东西，拒绝做不想做的事儿，见不想见的人。但幸福的含义远不止于此，而且一旦把钱当成幸福的全部，钱就不再是一种手段，而变成了一个枷锁。我们在拼命追赶幸福的过程中，也本末倒置地舍弃了很多无法用钱衡量的幸福。建立自我认同，不受外界影响。有时真的很绝望里提到，他人的评价与自己的价值或本质没有任何关系，不要受外界纷乱复杂的价值符号干扰。社交媒体里炫富的人不一定有钱，但如果你相信了他们，你就能让他们赚到钱。说白了，炫富也是他们赚钱的手段。而且最重要的，一旦我们通过向上比较来获取社会认同，那真的是一种高投资低回报的赔钱生意。你投入的是用时间和汗水挣来的真金白银，得到的只是别人的一眼高看和一句赞美，怎么算都不划算，对吧？3. 为幸福花钱，而非膨胀的欲望。被认为最明智的花钱方式有2种，一是购买时间，它能让你专注做自己喜欢的真正重要的事儿，那些繁琐的无聊的事儿就交给别人，比如你可以找跑腿帮你送东西，找人帮你做清洁，而自己可以跟爱人看个电影，陪孩子打场球。2是购买体验，购买商品很容易陷入攀比的误区，但体验不会，因为每个人的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比如你跟家人一块旅行，虽然几天就结束了，但体验会让你终生难忘，而且也不会像商品一样随时间贬值，这会让你觉得钱确实买到了幸福。4.
买不到的幸福最值得珍惜。我们总是高估钱给自己带来的快乐，却忽略了那些不需要钱就能得到的幸福。有健康的身体，乐观的心态，生活的热情就是幸福。有关心你的父母，爱你的伴侣，听话的孩子，交心的朋友就是幸福。这些不仅不能用钱来衡量，而且一旦失去了某一个，幸福永远都是不完整的。每个人都想得到钱，但人们想要钱的根本原因是最后能花掉它，摆脱它的束缚。所以千万不要被有钱就幸福的价值观误导，一旦被这句话洗脑，你会发现你真的只能用钱来衡量所有幸福了。这相当于在众多能获得幸福的道路中，你选择了最艰难的一条。著名的经济学家穆莱纳森和著名的认知心理学家沙菲尔经过长期的研究后发现，即便赶紧把活干完最要紧，少跑1-2天也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从长期来看，对
这种思维看起来很高效，其实会让一个人产生大量的心智负担，这些负担会消耗注意力、消耗精力，进一步产生管窥效应，让我们只注重眼前的事儿，而忽视了真正重要的事儿。作者指出，稀缺的本质就是没有余弦，余弦的概念深入到了稀缺心理的核心，拥有余弦，我们就会拥有充裕的感受。4. 带宽不足，稀缺会引发带宽的不足，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带宽是我们的计算能力、关注能力、决策能力、执行能力和抵制诱惑能力的通称。我们从处理日常的事情到思考问题都需要带宽。全世界2.85亿人患有糖尿病，糖尿病虽然不能彻底根除，但是只要按时服药就不会出人命。为什么每年还有大量的人死于糖尿病？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些人没有按时服药，大多数时候都是因为患者不按时服药才引发的严重后果。研究还发现，穷人在这个比例中占大多数，越穷的人越不按时服药。美国的穷人普遍更胖，不让孩子接受教育，不会去买保险，也不会打疫苗，不会定期储蓄，更不会投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们会认为这些事情很重要，但并不紧急，他们只关注紧急的事情。这就是带宽不足的原因，他们每天遇到的事会占据大多数的带宽，就没有精力去关注长期来说很重要的事情了。他们每天考虑的都是怎么省钱，怎么还信用卡，怎么交房租等等。也就是说，他们的心被一些琐碎的事占满了，没有余弦去想一想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困境。带宽的不足还会引起他们认知能力的下降。比如作者就做了一个实验，有一波实验者第一次测试，让他们什么都不想的去做测试题。第二次测试，提前对他们进行诱导，让他们想一想自己的经济状况，让他们关注自己缺乏的东西。这两组测试的结果显示，第一组的分数要高很多，这就表明带宽不足会影响智力水平。带宽不足还会进入一种游离的迟钝状态，比如我们在看电视，旁边有朋友跟我们说话，我们的回答总是心不在焉，这就是一种游离的状态。穷人真正缺的不是时间，不是金钱，而是带宽。他们需要有一定的注意力去关注真正的长期规划，去学习新的技能，去定期理财，这样才能最终跳出稀缺的怪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避免稀缺的产生呢？1. 节约带宽，要减少日常生活中需要做决定的琐事，就像扎克伯格一样，每天都穿一样的衣服，这样就减少了选择的麻烦。生活中这样权衡式的思维越少越好，不要为了省几块钱去浪费大把的时间，把注意力放在真正值得的事情上，集中在可以长期积累的事情上。有效利用带宽是摆脱稀缺的重要方法。2. 留有余弦，把重要的事情拉入管子视野中。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做起，挣2000块钱，我们可以存500块钱。也就是说，即便我们没有多少钱，但是我们也要定期储蓄，哪怕我们只是拿出一小部分进行投资。或者我们可以投资自己的技能和认知水平，尽量不要透支，不要借用，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借高利贷。时间上再紧张，也不要透支未来的时间。当天的工作当天完成，时刻要记得未来还有未来的事情要做。别把自己的工作排得太满，按时的休息，让自己保持持续高效，定期让自己放空一会儿，它会拓宽一个人的带宽。牺牲休息时间付出的成本可是居高无比的。3. 设置提醒，穷人通常带宽负重太重，常常忽视了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那设置提醒就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把重要的事情拉回到视野当中，引起重视。比如我们要健身，就要设置好时间，定时提醒自己；我们要存钱，就让公司卡里的钱自动扣一部分进行储蓄，让忽视等同于默许，这样就能自动的让生活慢慢的向好的方向发展。从稀缺心态的角度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发生在穷人身上的众多失误。这些失误的不可避免，不是因为他们缺少积极性，而是缺少带宽。有时候一点点心态的改变，就会让自己的生活从恶性循环转向良性循环。关键就在于想不想摆脱穷人思维。稀缺是一本帮助我们理解、思考和解决忙碌和焦虑的书，它会告诉你为什么会陷入忙乱而无法自拔的境地，也将指导你如何摆脱这种混乱无序的混沌状态。更为重要的是，它将打开你的视野，促使你不断深入思考，并妥善处理当下与未来的关系。所以星河觉得这本书真的值得一看，推荐给你们。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谢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星河将不胜感激，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一个人可以走多远，关键在于与谁同行。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这里是星河百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